大家好，我是 Terry， 这里是 CrossFit Matrix。哎、Terry， 为什么 CrossFit 的健身房收费好像比一般的来的贵啊？好，来，让我告诉你，其实以价钱来比较的话，CrossFit 场馆的收费基本上就是以3000到6000不等的价位。那一般健身房大概就是600块到2000以内的价位。那为什么这两者的健身房会有这么大的价钱差异性？以单价品来看的话，会让人家觉得是比较贵的。从事 CrossFit 运动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具有长时间运动习惯的人，所以等于说，如果以一个没有接触过任何运动的人来单纯看这个价格，会觉得哦 ，CrossFit 的收费好贵，我没有办法从事 CrossFit 运动，这是一个不对的想法，因为要实际去看收费里面的内容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收费会比较高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就是师资上，那因为其实在一般健身房的师资上面来说，要求不会到这么的多元，因为 CrossFit 其实算是一个专项运动，所以相对它包含了非常多元的运动模式，所以等于说我们在老师的能力上面会要求比较高一点点。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地点嘛，以台北跟台中甚至高雄的 CrossFit 场馆 bus 来看收费的话，基本上不可能台北跟高雄是收一样的价钱。大家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哦 ，CrossFit 的收费比一般健身房高，原因是不是因为挂了 CrossFit 这个名字？其实不是，其实它包含内容有吃到饱团体课程为卖点，所以等于说3000到6000，基本上你是可以无限的使用环境跟无限的使用团体课程的部分。如果我们的客人是一个礼拜有运动习惯是3次的人，那基本上可能他平均来一次运动加上一堂团体课的收费，大概会是300多块的费用。所以其实相较起一般健身房的收费，并不会因为是 CrossFit 所以而比较贵。我们讲场馆大小，因为在 CrossFit 来说，我们都会称为 box， 因为可能我们在训练或者在上课的时候会使用到的空间，可能会有单杠，可能有时候要跑步 ，maybe 可能有时候要举重。我们举例来说好了，我在一般健身房，可能每一个人只需要一台机械式的器材，他只要坐在上面。那以 CrossFit 的场馆来说的话，这个人可能会在这个 workout 的时候去做举重，那有可能在举重完之后会接下一个动作。那像这样的模式在一般讲是不被允许的，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其他人在同样空间使用上的权益。好，想知道 CrossFit 更多的小知识，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跟收藏我们的小铃铛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帮我们按赞、收藏、留言。再见。